反应，会有什么对话？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能否跟着呢？雨下的那么大，你又在哪里呢？如果此刻不能拥抱你，想呼吸没办法。我真的没有想过今天是星期几，整个脑海里全都是你。放下一切去见你 My baby, my baby. In this sunny, sunny day, would you stay with me? 我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，那就是在上个月的女装节中，我们的总销售额是384534561元，平均每一个客户的消费额是236元。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，那就是在女装节之前的3个月的年终大促中，我们自主设计的32度内衣一共卖出了1000件产品。我在这儿也并不是想要跟大家讲我们是如何努力的卖出这1000件产品，而是想说，是这1000名客户，真实的客户，选择了相信我们，在过去的3个月之中，他们一共创造了27468535元的总销量，每个人平均的消费额是将近3万元。这个数字超过了女装节大促平均消费水平的100倍。所以，我们将搭建全新的超级会员体系，这是我们在实践中停。怎么了，老大？怎么样？我觉得超级会员这个名词还是不太有辨识度，我要不再改一改？这个时候就别咬文嚼字了吧，咱们上周开了1周的会才定下来的，当时你怎么不想着？哎呀，我当时感觉没有那么强烈。咱们不能凭着感觉去做事啊，您得靠谱啊，不然大家都会崩溃的。要不还是找楠楠商量一下，改一下 PPT。那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，你确定要去找他？确定。那走吧。怎么回事？录新闻听稿呢。我是说这些粉丝怎么回事儿？是你的应援团啊。应援团？我们这商业发布会又不是少女偶像见面会。你想啊，像他们这样自带鸡血、元气满满的坚实后盾，咱们怎么能少得了呢？他们也挺辛苦的啊！你记得活动结束以后去库房找一些纪念品什么的送给他们啊。对了，还要准备工作餐，别让他们饿着。哎呦，行了，老大，你赶紧去想想，咱们到底怎么改，不然一会儿来不及了。老大，你看大屏幕，这回楠楠她真的焦头烂额了。这个用来放投影的电脑实在是太旧了，我带来的 Keynote 的版本实在是太新了，用来放这个根本显示不出来。你不是带电脑了吗？要不直接用你的电脑呗？我已经试了，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设备都是由这台破电脑来控制的。如果用我的电脑的话，我怕舞台会大乱，仔细配置一下可能需要1天的时间。那如果把 Keynote 导出成 PDF 呢？这个电脑应该可以用 PDF 的。不行，我辛辛苦苦做的动画不能就这么没有了，这可是很重要的效果展示。而且我还要做 demo 演示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。那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？还有4小时23分钟，我要把这台破电脑的系统重新升级一下。新的内存卡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哦对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老大想给……没事，你加油折腾，加油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。真的？那我先走了。
人啊，都是秘密。你怎么一副要死了的样子？最近有点奔波，为了发布会？没有，还有别的事情。你倒是实的，为了楚楚和其他事情奔波。你记得倒也实在啊。为什么采访我？你不是应该跟着他吗？你这还在吃醋？我没有啊。没事儿，你多吃点。楚楚说了，就喜欢看你吃醋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江楚楚的男朋友，给他写书当然要采访你。行，问吧。好。哎，文娜，正好我想改 PPT。老大，老板，你有邀请微时尚的人来参加发布会吗？微时尚。关于微时尚进军中国，你怎么看？天上到谷底。这么夸张？从微时尚的发布会之后，最近这一周，我们就在不断的增加推广投入，直播的时间也在增加，但是数据销售还是明显下滑。那会不会是其他竞争者的关系？比如菲利斯？我们也查过了，不止楚楚，其他网红品牌也在下滑。你就这么确定是微时尚导致的？平台给了微时尚足够的产品资源，不过这都不是关键。不是关键。以前我们和一姐竞争，拼的呢是产品设计和粉丝运营能力。其实大家在品牌上都差不多，但是在微时尚面前，这个巨大的品牌差距会让消费者觉得我们就是山寨品。其实啊，还有一件事情。你是说找楚楚谈吗？放心，我会去做的，但是要按我的节奏来。那就行。A 姐，其实你该感谢我，给了你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。我知道，网红产业就像是一块大蛋糕，现在 V 时尚切走了半块蛋糕，蛋糕变小了，大家会怎么想啊？接下来肯定迎接的是非常残酷的死斗。可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积极的往里冲呢？你所谓的你死我活的局面，只不过是在你的角度上的景象，但在我眼里，那是一整块大蛋糕在等着被我端走。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格局，我也懒得操这份心。站住！收购条款里面规定了，你可以走，这儿的员工得留下，他不能走。我可以不带走他，就当做你把他开除了吧。所以你的预测是，微时尚的到来会加剧国内品牌之间的竞争强度，生存压力变大了，即使不是竞争对手，也会变成对手。那你们这个时候开发布会，总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嘛。那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国内网红品牌之间的竞争加剧，对洛氏而言其实是好事情，对吧？我只能说，你还是挺敏锐的。因为你们提供的是生产供应链嘛，所以即使品牌之间是竞争对手，对于洛氏来说都是合作伙伴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为了拥有更多合作伙伴，放弃楚楚的团队利益吗？
所以你是想告诉我，骆氏考虑风险和收益，准备放弃楚楚？看来比这个还早。楚楚还不知道吧？老大不知道什么？放弃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是啊，你不是准备发布会吗？对啊，就是为了准备发布会嘛，咱们要准备点粉丝福利。粉丝福利？你们俩是不是在背后说老大坏话呢？老实交代，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我们说洛天依好伟大。你们老大虽然都不跟他住一起，但是洛天依还是一次次拯救了你老大。咱们刚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？那我不管，你说的都是谎言，我写下来的才是真相。小姐，这是您要的50杯摇摇乐柠檬茶。谢谢。50杯柠檬茶是50杯摇摇乐柠檬茶。哦，这是你说的粉丝福利？对呀，店长，麻烦您呢，一会儿派2个伙计送到那边的会展里面去啊。小姐，店里的伙计手都摇麻了，真的搬不动了。好的，方老师，我非常支持你的想法，我们绝对不能轻饶他。好。这个冯老师是不是就是你推荐给我，让他给楚楚设计大衣的那个？就那神经病，都不用咱们说什么，只要把这个炸弹放进去，它就会炸。说不定我今天去现场还能看一出好戏呢。江楚楚小姐你好，我是 Velvet Corporation 的 Leo。原来你是中国人呢。我只是亚太区的 Head， 我是华裔英国人。请坐。好了，我们还是 straightforward 一点。我们 Velvet Corporation 对于跟你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兴趣。其实我平时也是 Velvet 的粉丝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联名一起做一款产品的话，我会非常高兴的。联名？哦不，我想您误会了。我们的 plan 很直接，我们希望利用你在 e-commerce 电商平台的影响力，帮我们在中国进行推广和销售。帮你们卖货？对。其实我们有考虑其他几个模特和明星代言人作为备选，但是数据部门告诉我，你是作为电商领域的最头部网红，对购买的影响力会大得多。能得到你们的肯定，我很荣幸。你可以先自己看一下这份协议。Velvet 这种跨国集团是会有很多复杂的要求的，甚至有一些内容还是蛮 aggressive， 不是那么友好。我们会要求你的品牌放弃所有与 Velvet Corporation 有冲突的产品 category， 而且签约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达到我们制定的 KPI 500万 followers， 500万粉丝，还有每天的销售额要超过100万人民币。里面还有很多内容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好，江小姐，我们是很有诚意的。虽然我们的要求很多，但是也会给你非常可观的回报。Velvet 在中国的第一步将会完全从 online 开始，我们整个团队对于跟你的合作都感到非常兴奋。You are perfect for us in every way. Thank you. 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采访他们。你不帮楚楚准备发布会，你去见人？是楚楚早期工作室的投资人。哎，你别跟楚楚说啊。你看我像是会保守秘密的人吗？那你跟他说好了。哎，陆天一呢？你把爱都给了粉丝，所以你男朋友就伤心的走掉了。
采访有没有采访出什么洛天依的小秘密？小秘密似乎是有，但是他没跟我明确说。还真有秘密啊！楚楚，我可找到你了，你刚去哪儿了？大事不好，你赶紧跟我来！哎，霍总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已经把咱们所有能用的资源全都集中到了这次的双11活动当中，其他的没有董事会的批准就没办法了。行，把我的个人资产也先挪过来了，资金得先备上。好的。另外，洛氏那边还没有公开人事的变动消息，毕竟我还是大股东，还是希望低调处理吧。洛氏跟菲利斯的合作基本上已经确认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S 叔也是低调的吧？ S 叔确实不好说啊。不过我已经让楚楚不要在发布会上过分的强调和洛氏的合作关系，所以应该能腾出点空间。另外，骆总，咱们确定要去找他吗？还是去见一下吧。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帮不上我什么忙，但至少他能帮我解答一些疑惑。好吧。楠楠，谢谢。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，可不可以？你要辞职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最近太奇怪了，我就翻了一下你的日程，查了一下你和史黛拉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微博，然后黑了一下你的微博私信，我就知道了。什么？你刚说你黑了什么？总之，你不可以辞职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从老大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而且二次元的世界是我的梦想啊！我为什么不能去追求梦想嘛？你要辞职了，我就不能每天看到你了。什么？我说，如果你要辞职了，我就不能每天看到你了。我听到了。我我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在这儿？你在记什么？我本来呢是来找你们协商一下粉丝的采访时间，不过这段小插曲我也很喜欢。哎呀！这一段我会重点写。刚才呢，又有2个品牌商说是要结束我们这次的合作关系。为什么？好像说他们跟菲利斯那边达成了排他性战略合作合约。算了，就先这么盖上吧。这种事儿也不能强求。啊，对了，叔叔，我这还有个消息，必须要告诉你，是关于洛氏的。骆总亲自来找我，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。没有，A姐您是前辈，找您是应该的。那楚楚不是最近在忙发布会的事吗？你怎么没帮她？哦，我这次来其实也是帮楚楚，我找您有事儿需要您帮忙。瞧您说的，你也知道我现在公司情况，如果还能帮得上忙，您尽管说。今天来，我想了解一些事情。啊？我之前跟楚楚都是项目制的合作，这次去也是帮楚楚谈融资。我整理了公司的股权信息，才发现他之前的投资人是您。什么？你说洛氏集团跟菲利斯合作？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啊？我这当然是内部消息。内部消息可靠吗？肯定靠谱了，我是谁啊？这事儿陆天依就一点都没告诉你吗？没有啊。那他难道不知道，如果洛氏和菲利斯战略合作的消息被大家知道以后，那这今天来这发布会现场的媒体啊、记者什么的，可不都是来看你笑话的？
他有个设计师冯老师艾特咱们的官微，说他对咱们的产品有严重的意见，要求我们停止双11的新品发布会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他说他看过了咱们的双11的策划案，认为大家理念不合。理念不合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行行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管这些啊。他要退出就退出吧。可是不行啊，他现在不是要退出，他是来要说法的。说法？对，他人都来了，就在后台呢。而且啊，他刚刚还发了一个公开长微博，攻击我们，说我们完全不尊重艺术，还要跟咱们彻底决裂。他在设计圈还挺有影响力的，如果这事儿不尽早解决，迟早要出大事儿。行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兄弟，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见你说过话。你该不会是哑巴吧？哎呀，A 姐真是可以，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，居然让个哑巴当助理。我会说话，哈，你会？我说你会说话，你不直接告诉我？不，你别打字，你咋的？你嗓子发痒啊？来，你张嘴来。啊，我做生意呢，可能不及年纪，但是我很欣赏楚楚，不，可以说我很喜欢江楚楚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像她一样，满腔热血，满脑子充满了理想拼搏。可是最终啊，现实把我磨成了一个生意人。可是楚楚，她真的是为理想死扛啊！我每次看到她做一些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，我就特别的羡慕她。他就是脑子简单一点。你不是就是喜欢她这种简单吗？她真的是很好，她可以让人想到她，就像你这样开心的笑起来。所以啊，当时楚楚打算做工作室的时候，我确实是给她投资了一些钱。其实我也没指望什么投资回报，我就想投资她，就像投资年轻时候的我一样。但每天我看到她像小强一样的拼搏，我真的觉得挺开心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她决定要跟我正面竞争了，说要回购我的股份，然后又说自己没钱。这种话也只有他能说出来。是啊，最终我也答应他了，我跟他签了一份协议，我从此放弃了我的股东权益，让他慢慢的分期回购我的股份。结果现在，我手上还有他工作室的一些股份，而我自己公司里的股份，我一点都没省。但我觉得您现在退出是个明哲保身的选择，挺明智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也从 S 叔那边知道你们一些情况。其实今天来呢，我也是有任务的。我这里有个东西，也许往好了想，可以救你们。可是楚楚她肯定是不喜欢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先跟你说也无妨，毕竟需要你的同意。好，您说，只要能帮楚楚就好。你个老头，挺有意思。哼，你这小孩也挺有意思。方老师你好。不用再装了，你们这些无耻的资本家，从来就不懂得尊重我们的作品，只知道窃取我们的成果。有钱了不起呀？你们这是在用金钱侮辱我的艺术。方老师，咱们冷静一下，有话慢慢说嘛啊。你看看，这是我一开始的设计图。这是你们的最终产品，这扣子偷偷给我换掉了，剪裁也改了，面料和质感全都和我要求的不一样，你们给我个完美的解释。不是方老师，您看这个之前其实已经跟您沟通过了，您的原始设计我们是非常非常喜欢的，但是您也知道，我们出于产品成本还有耐久性的考虑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小小的调整。但是这个您当初也是同意了的嘛？我同意的是一些小调整，这是小调整吗？
这是恶意篡改我的设计。冯老师，咱们还是冷静一下吧。如果您对这个成品不满意的话，那要不这样，我们先暂时让商品下架，咱不卖了。什么？让我的产品下架？你们犯的错误，凭什么让我的产品下架？我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还有这个定价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气死我了！388块钱，我是中国最资深的设计师，我设计的产品怎么可以卖的这么便宜？啊，对不起，冯老师，可是您看啊，也是临近双11了，平台已经锁定了价格，这个价格没有办法改变了。冯老师，您就别为难我们了吧。我们说下架也不行，不下架也不行，一会儿说我们资本家啊用金钱来侮辱你的艺术，一会儿又说定价太低也侮辱你的艺术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的艺术到底值多少钱？安吉拉，你怎么这样跟冯老师说话？好，一开始找我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现在这样对我，行，咱们走着瞧。天哪！哎，这个冯老师绝对是个偏执狂，我可伺候不起。他这是可能是无理取闹，但是你们这么对他会出乱子的。安吉拉，你赶紧去跟冯老师道歉，跟他心平气和的好好聊一聊，解释一下我们的合作理念啊。我为什么要去跟他道歉啊？是他们俩先吵起来的吧？再说了，现在呢，洛氏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吧？洛氏，你们都知道了？你也知道了啊？不就是洛天依被罢免 CEO 的事吗？什么？你知道的不是这个事儿？老大，他刚才也听到了。我听到什么了？就是你要告诉老大的事儿，老大已经知道了。老大，你知道我要辞职的事情了？什么？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呀？我要说的是，洛氏集团已经跟菲利斯达成战略合作，我们要被架空了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现在记者都已经堵在门外了。啊？这是菲利斯要收购江楚楚的工作室，价码绝对是合理的，而且里面的条款也很公平，你可以核对一下。你应该很清楚，现在无论是面对 V 时尚还是菲利斯集团，江楚楚绝对是只有死路一条，出售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但是协议需要所有股东签字，我已经签了。我知道你也有一些股份，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先签字，然后再找楚楚。楚楚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都说过让他自己决定，你只要做好你的决定就行。阿总，菲利斯跟洛氏都发新闻。楚小姐，楚小姐，有问题想问您。楚小姐，有问题想问您。今年国内多名服装设计师联合声明抵制你的品牌，请问你对此有什么回应？刚刚菲利斯集团和洛氏集团的战略合作，请问对您有什么发展影响？刚刚洛氏集团发表声明，称洛天依将会卸任。有传言说您准备套现移民去澳洲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楚楚小姐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今天也算是完成任务了，也可以功成身退了。那A姐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你也知道我公司卖了，锁定期内分期付款，我3年内都不会再进入相同行业了。现在我的状态呢，就像是退休一样，我花了半辈子时间在我的事业上。接下来我要和我老公好好享受2人世界了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。A 姐，祝福你。干得漂亮啊！楚楚肯定是心动的，但是他签不签，我可不敢打包票。我有后手。后手？嗯。你们菲利斯也给了楚楚一份收购协议呀？
果然瞒不了你这个老江湖啊，这个叫双保险。那你对我们微时尚有没有留后手？你们是大财团，我们这种小公司的大动作，在你们眼里也只是小动作而已。It's so exciting。和你们这种人做生意还真是麻烦。那不对啊，跟我们这种小本的小商小贩合作呀，您这个操作空间更大一些。您职业经理人不会就靠这死工资养活自己吧？5亿对赌，80亿股值。事成之后呢？我对咱们之间的合作只有一个要求，听话就行。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情，以后少做。你我都是假公济私，你为报酬，我为报仇。以我的 experience， 和那些 dreamer 打交道，最好还是小心一些。你们有一句成语叫什么？狗急跳墙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墙起得再高一点。Cheers。我来晚了，没关系，刚才那种情况，你来了只会更晚。怎么样他们呢？高希带他们去安抚粉丝，还要给媒体记者道歉。貌似刚才有记者受伤了。这么严重啊？若是这么对你，你不反击吗？我现在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，罢免我的 CEO 职位，只能说他们这时候害怕。害怕？对，害怕微时尚，害怕菲利斯，害怕我们。不过站在股东的角度上，他们这么做，我也能理解。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啊！你说，明天媒体会怎么说我们啊？我不知道啊，现在这一团乱，媒体捋一捋也好，看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。我们出局了吗？
知道你到现在刚刚准备好面对过去自己的拷问，你是否变得不再纯粹，成为了谁的朋友呢？你既然为了变得珍贵，去和金钱浪费口舌，还记得吗？答应过他的话，想想为何别人的目光对你而言变那么可怕，连你都忘了，那你故事该由谁去刻画？被他夸奖过的歌词是否依然像风沙？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, just like every time she waited for you to come along. Please don't let it go. Since the